历史上，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，曾多次给中国使绊子。而在面对美国的各种制裁时，我国似乎总是在抗议、强烈谴责，好像并没有那么霸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美国又对我国做过哪些事情呢？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中美关系恶化，美国勒令北约国家终止一切军事合作项目，这也导致了我国国防建设事业因此受到了巨大影响。歼811战机的电子改造系统也因此被迫停止，而美国则趁此机会获得了歼811战机详细的生产工艺以及技术水平。到了1996年，我国为了祖国统一，遏制台独势力，解放军进行了导弹试射以及大规模登陆演习，美国则故意用 GPS 民用信号进行屏蔽，致使我国数枚导弹偏离。1999年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炸毁，美国对此的解释则称之为误炸。而美国对中国的无理行为肯定不止这些。虽然过去的中国和美国实力差距确实存在，但是中国的隐忍并非出于软弱，而是基于当时的国情和战略考虑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内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刚刚起步，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，我国各方面都像个婴孩，所以是比较落后的。比起正面硬刚，当时的中国更需要和平稳定的内部环境来做自身发展，通过经济崛起和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，如此才能增加话语权，从而在国际事务中更有影响力。而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，如今各方面水平已经处在国际顶尖行列，而依旧保持低调的原因，则是为了保持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，更好地推进国家之间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，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。而这时候，肯定有网友要问了：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，基本是靠战争打出来的，从建国到现在，基本就没休息过。难道美国的崛起套路，中国不能模仿吗？俗话说，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但是美国的历程看起来却恰恰相反。自二战结束之后，美国为了谋求全球的霸主地位，总是以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多地发动战争，也拉拢了许多盟友，建设了许多军事基地，俨然一副世界警察的模样，但也只是表象罢了。因为地理位置等其他原因，美国先后避免了2次世界大战的破坏。而且在这2次世界大战中，美国作为物资供应国，赚的可谓是盆满钵满，美国也因此尝到了战争所带来的甜头。而且因为二战中的老美基本无伤，所以工业体系等直接领先世界。后来的美国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，扶持韩国傀儡政府，发动了朝鲜战争；为了控制石油资源，以莫须有的名头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。再加上近期的俄乌战争、巴以冲突等战争频繁，被卷入在这里面的老美似乎并不好过。战争带来的不一定是财富，还有血淋淋的现实。和平的环境才是国家发展的根基。我们的隐忍并非是软弱无能，而是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